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首的男人向队伍中看了一眼，一眼就看到了想要找的人。把身上值钱的都拿出来！大胆，竟敢打劫朝廷之人，真是嫌命长了！动手！他带来的那20多人立即就动了起来，双方人马很快就打在了一起。唐之灵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些人不像是普通的匪寇。是不像，功夫很高。唐之灵知道自己的斤两，对敌的时候他就在沈飞旁边，随时准备好进到空间里。这次出来虽然令策没有过来，但是王府此次前来的护卫中，小福宝挑了厉害的20来人来保护沈飞，加上江干带来的30多精兵，人数已经不少了，而对方只有20多人，显然不是对手。1刻钟过去之后，对方已经死了一大半。撤！江干这时候发话道：全都抓，一个都不许逃啊！很快活着的敌人就全都被抓住捆绑了起来。队伍调整好之后又重新出发。2个时辰之后，天色慢慢的黑了下来。大小姐，姑爷，只要穿过这小山包，咱们就快到了。江队长，这山包看着能藏人的样子，先派一队人马前去查看吧。我这就派人打探一番，正好咱们也先歇一歇。好。很快众人停下来休息，沈飞也从马上下来，来到了几个俘虏面前，把贼人的首领给带走了。到了偏僻的地方，沈飞给他来了个催眠套餐。你叫什么？男人迷迷糊糊的。我是林海。沈飞一听这名字，好像是中原人呐。谁派你来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表哥派我来的，目的是救4王子。你表哥是谁？王涛。王涛，这名字有些耳熟啊。这人你见过，就是王通判。王通判是敌国探子。是呀，藏得还真深呢。沈飞又继续问了几个问题，林海也是吐露个干净。林海清醒之后，一脸仇视地看着沈飞和唐之灵2人。你们不要白费功夫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是敌国探子。什么探子？我们就是普通的匪寇。哦，你表哥不是王通判吗？沈飞见贼人一脸懵逼的样子，呵呵地笑了出来。姑奶奶，我想知道的还没有问不出来的。沈飞没了逗弄林海的心思，又用破布把他的嘴堵上了，然后把人带了回去。唐之灵想到小福宝还在亭州，而亭州还有吐蕃的探子，也是心中焦急。沈飞，咱们得给小福宝送消息回去。这是很重要，以防消息走漏，还是让武丹或者武阳亲自回去吧。行，我这就安排。唐之灵离开之后，沈飞看着远处的山包堡。出城之后，这里的地形都是平坦的，可是也会有洼地和丘陵，这些位置都是极容易藏人的。既然有人来劫人，那就说明消息泄露，有人盯上了他们的行踪。此时天色快黑了，若是没有及时赶到，路上或许还真容易出现意外。大小姐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江队长，我觉得若是有人埋伏，一定会选前面的路段，我还是先把人解决了。大小姐，你不要冲动，你的安全最重要，不要冒险。放心，我也不会过去的，我上马就是为了让自己高一点。沈飞扛着气枪向前跑了一小段，开始找最合适的位置。江干看着沈飞扛着个棍子，比比划划的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很快前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。江队长，前方没有发现异样。很好，你们下去吧。江干骑马来到了沈飞身边。大小姐，前方没有埋伏，咱们可以过去了。沈飞好似没有听到江干的话一样，弹起枪，啪啪2声，直接向前方开了2枪，分别打在了2个位置，一处山包，一处草木最茂盛的洼地。大小姐，这是什么？沈飞很相信他的直觉，这是他来大禹朝这么久最保命的手段。直觉遇到了危险，最先躲到空间里。突然，原本黑黢黢的前方竟然出现了几点亮光。大小姐，前方有人。看来人还不少。江干的脸色很不好，刚才明明派人去探查了，竟然没有发现。来人，快去，把王虎、陆行和张铁给我叫过来。此时张铁等人见有人向他们走了过来，急忙向4王子2人冲了过去。陆行拿出短刀，把刀狠狠地插进了杨蛇安的胸口。藏在暗处真正的4王子也老实了，不敢再呼救了。这尼玛不是自己人呐，这是要杀了他呀！
他现在莫名的觉得脸上的面具就是他的保护色。张铁、王虎，咱们撤，快走！这时候，原本休息的护卫也发现了异常，快把人抓住！三人能杀人也是因为巧取，因此很快就被抓到了。四王子已死，被害人杀死了。陆行喊的话是番邦的语言，能听懂的人很少，但是吐蕃四王子可是听了个清楚。他知道这人是想要嫁祸，或是想告诉舅舅不用来救他。宗正达的心沉了沉，他也还是没想到有一天最不想他活着的人是自己本国人。陆行喊完之后，还以为远处的人群会渐渐走过来，可是远处也只是闪了闪几处亮光，然后就渐渐地暗淡了下去，竟然没动静了。江干也是奇怪，现在众人都已经做出了防御的动作，把真的宗正达、沈飞和唐之灵围了起来，就是害怕那群人蜂拥而上。大小姐，真的没动静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咱们要不要再派人去查一查？先不用，让药效再发挥一点作用。大小姐，刚才那声响是迷药？差不多吧。等人都倒了，咱们抓几个重要的人，剩下的就全都杀了。江干木呆呆的点头，什么时候打仗变得这么容易了？完全不用上前打斗，只需等着敌人昏倒。大小姐竟有如此厉害的药，一定能帮到王爷。那是，这就是我来的目的。亭州城王府花园内，跑快一点，跑快点！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这才将跑了1圈，你就没体力呢？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！你说你吃的时候怎么不注意，把自己吃得这么胖？我不想减肥了。楚敬章真的觉得很痛苦，太累了。他现在迫切的希望皇上赶紧下一道圣旨，把小福宝给叫回去。他真的不想继续和小福宝待在一块了，真是一分一秒都是煎熬。一成，我看你这个王府世子要失宠了呀！你看你父王多疼你堂弟，这2天一直都带着你堂弟呢。楚玉成没有在意刘洪胜说了什么，他也觉得父亲太胖了，但是他又管不了父王。现在小福宝来了，让父王减肥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楚玉成见到一向老成持重的父亲，现在竟然像个小孩一样坐在地上耍赖，就觉得好玩。玉成，你难道就不吃醋？我爹要是对我堂弟比我好，我准保闹得他没心思办公，嘿嘿。是呀，玉成，你父王怎么好像很怕你堂弟一样？太奇怪了，我刚才可是看到你堂弟还踢人呢。这一点也不奇怪，我堂弟和皇爷也长得一模一样，我父王怕他很正常。哦，是这样啊，一模一样，还真是难得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堂弟的大禹朝简直可以横着走。小福宝还想教训楚敬章，就见有几个护卫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，弯下腰在他耳边耳语几句。好，我知道呢，这就过去。北庭王府书房内，世子，王爷和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伏击。荣亲王可有事？我们王爷和王妃都是好好的，没受伤。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件要事要禀报。何事？王妃抓到了敌国的探子，审问过后知道了他们在亭州安排的一些人，还有一人是朝廷官员。什么？竟然还有官员？这消息准不准呀？会不会是那贼人诬陷？官员是谁？亭州通判王涛。王通判这人很好，不会是他。若是你说是刘知府，我都不会怀疑。刘知府这人屁股底下不太干净，虽然不是大贪官，但也喜欢给自己谋福利，并且还喜欢打压下属。我听说啊，他正借着广安侯在县城收粮的事做文章，想要把不听话的县令搞下去呢。小福宝听楚敬章这么说，心中有些疑虑。补粮审问的时候用了催眠？是，王妃用了催眠的法子。那就不会有错呢。王通判这人得立即抓起来。世子，除此之外，王妃还问出了他们在亭州城的落脚点。武阳把探子的藏身地都说了一遍，还交代了一些探子伪装的身份。当然，这些人都是普通的商人。王府的蔡叔供应商冷谷商铺也是敌人的窝点。楚敬章听到武阳这么说，冷汗都下来了。他现在相信了，小弟妹不是胡说的，这些敌国探子都已经盯上他们的府上了。快，这些探子赶紧抓起来！哪儿，你这是招人算计呢？楚敬章的脸色也很难看，
想到他的大肚子，还有走几步就疲累的身体，他也觉得有人针对他。不行，得立即逮捕王通判和那伙贼人呢。先不要冲动，武阳，你去把宁侧叫来。是，世子。武阳离开之后，小福宝看向楚敬章，把王府能活动的人都偷偷召集起来，今晚就实行抓捕。今晚抓捕会不会太晚了？白日抓捕太显眼，要秘密进行才是，以免城内的百姓人心惶惶。是，我这就去调集人手。蒙店城主帐内，女婿，是你一个人来的？菲儿和小福宝都在亭州吗？爹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这孩子脸咋还变了呢？爹，我这是面具。你这孩子也不轻一点，看看这脸都拉扯得红了。北静王拿出帕子想给沈飞擦一擦，然后发现帕子上面都是血，他尴尬的道：帕子脏了，不合适。爹，你受伤了？小伤口罢了，不碍事。沈飞看着北静王这张脸，就想到了现代的老爸，两人容貌很像，对他又好。爹，我会帮助你的。好，菲儿帮我。沈飞一看北静王那一副逗小孩玩的样子，也没有解释，有些事偷偷做就好了。爹，这人是吐蕃四王子宗正达。沈飞来到宗正达身边，想要把他脸上的人皮面具拉下来，谁料对方却是吓了一跳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把面具拿下来了。不要，我要戴着安全。宗正达已经不敢暴露真面目了，就害怕被人给杀了。北静王，我就是四王子，你去给我舅舅送信，和他谈条件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北静王来到宗正达身边，示意士兵制住他。宗正达反抗无效，面具被拉了下来，露出了真面目。你和你舅舅还真是像。沈飞想到被他遗忘在空间里的头发，哎呀，太忙了，都把这茬给忘了。他可记得这小子的娘姓楚呢。他来到了宗正达身边，又薅了几根头发。哎呦，为什么薅我的头发？好玩啊！这妇女人一定目的不纯。你们见到我了，能不能把面具给我戴上？我怀疑有人不想我回到吐蕃。宗正达这时候不敢拿瞧，真的是真诚无比。此时他看沈飞的眼神，除了恐惧之外，竟然还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面具很贵的，白给你用一路了，已经便宜你了。四王子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安全的很。吐蕃四王子不是普通士兵，自然贵重。大禹朝也不是要和吐蕃不死不休，战场上有敌对很正常。但是若是四王子死在大禹朝，那吐蕃的兵力恐怕又要加强。可是大禹朝还需要休养生息，不适合持久战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三胞胎干了什么？皇上，下官也是没办法了。荣王府的二少爷带着人去了御马监，专门干了什么？你说呀。专门去捅马屁股。捅马屁股？是的。御马监的马全是父皇喜欢的宝马，平日没有父皇的命令，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看。太子想到每年秋季皇家围猎，距离现在可是没几个月了。太子扭头悄悄地看了一眼皇上，不敢继续替三胞胎说话。走吧，带我过去看看。皇上现在就有点后悔，不该给恒儿邀牌的。当初要不是恒儿可怜巴巴地说困在宫中无聊，他都不会答应让他们随意出入皇宫。二哥，这些大马肚子中都有宝宝了吗？哦，现在全都有了。太好啦，哈哈！他们生出来的小马全都跟福宝哥哥的雪儿一模一样吗？我保证他们和雪儿一模一样，就是一个毛色都不会差。太好了，到时候大哥回来，他只有一个雪儿，我有好多只，嘿嘿嘿嘿。黄伯父的追风和大雪也都不错，这俩马的血统也很好。二哥，那你能变出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马吗？皇上在外面看着三胞胎，把主意都打到了他的宝马上，心中更是对几个孩子的想法嗤之以鼻。还一模一样，
你们是三胞胎不假，但是也是有区别的，这些马还能一样？皇上刚想制止，就听恒儿道：也不是不行，就是御马监没有多余的母马了，得再找其他的母马才行。皇上这时候非常庆幸，他的追风和踏雪都是公的，才没被这几个孩子给荼毒。熊儿一见是皇上，立即跑了过来。皇伯父，皇伯父，我们马上就要有小雪耳啦，好多好多个。这时候御马监的人见到皇上来了，齐齐跪了下去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大人都跪下了，只剩下3个小豆丁眼巴巴地看着皇上。皇上很无奈，他很想教训一下三胞胎，主要是马匹金贵弄死了太可惜了。可是这是弟弟家的孩子，还都不到3岁，他能怎么教育？父皇，或许弟弟们说的是真的呢，别忘了六皇婶的神奇之处，他的孩子都有些特殊。皇上想起小福宝的来历，这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他低头看着矮墩墩的3小只，一个笑眯了眼，一脸开心地看着他，一个反应慢了点，但也是扬着小下巴，一脸如沐地望着他。另外一个虽然沉默着，但是眼神非常笃定。3个小孩子性格还真是不一样。你们3个和我走吧。刘松，御马监的马都好生照料着，然后派遣兽医来仔细盯着，若是发现怀了小马，立即禀报朕。是陛下。这事保密，朕不想今日的言论传到外面去。陛下放心，臣保证一丝消息都传不出去。勤政殿，皇上把3个孩子送回太后宫中，然后才带着太子回了勤政殿。太子啊，你发现没有，恒儿和花花都有些神奇之处啊。父皇，六叔家那颗神奇的蛋你也见过吧？那个透明的罩子，小福宝还躺过呢，朕还记得。父皇，我觉得是六皇婶的身份特殊，她随时都能拿出奇特的东西，她生的孩子懂一些特殊的东西也就正常了。父皇，我觉得这是好事，不管是花花还是恒儿，都是我们楚家人，而且做的事都有利于朝廷，孩儿觉得要支持他们。太子，你以为朕会对他们不利吗？父皇，孩儿不是那个意思。朕不过是认为那一套理论太奇幻罢了。父皇或许可以给福宝弟弟去信，问一问他。哼，遇上荣王府自家的事儿，小福宝那心眼儿啊，都是偏的。平州城，黑夜中，几方人马从王府出发，快速地向各个窝点奔去，实行了抓捕行动。由于是突然袭击，还真是给了这些探子一个措手不及。通判府，老爷，平州好像是进了贼人了。怎么了？如此惊慌？老爷，现在城内乱起来了，好像是吐蕃人打进来了。胡说什么呢？王涛可没有接到半点风声。吐蕃那边若是有什么消息，不会不提前通知他。老爷，我真的没胡说，咱们府外来了不少人。锁好大门，让家丁都出来，防止贼人闯入。是，老爷。老桑，你先带着你弟妹从暗道中离开。父亲，你不和我们一起离开吗？此时外面的情况还不明了，不过我的安危不用担心，我是朝廷官员，若是贼人进来了，刘守备会带兵帮助通判府的。若那边真是吐蕃人，我又可以亮出真实的身份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。爹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家的身份暴露了？不会，绝无可能。爹，表叔这次行动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，真的很不正常啊。放心，那些人都是硬骨头，况且他们的家人都在，为了家人的安危，任何严刑拷打他们也不会供出我的身份的。那好，我先带弟妹们躲起来。平州城在边境，也会受到吐蕃和突厥的侵扰，所以通判府就挖了密道，若是有危险的时候，王涛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。这时候通判府的门外，小福宝带了一队人马，已经把府外围了个严严实实。把门给我钻开。是，世子。很快就有几个人扛着一块巨大的木头，把大门给撞开了。王涛带着府中的家丁和护卫守在门内。是何人敢在我通判府撒野？哎呀，王通判，好大的官威呀！王通判听到这稚嫩的声音，还有那矮墩墩的小身影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这人是侏儒还是小孩了。你们是何人？我乃廷州通判，你们竟敢在我府上造次！抓的就是你！
动手！是世子。于是身后的那些大内护卫齐齐地冲了上去。王通判的眼眸一缩，这些人的功夫竟然如此了得。很快，通判府这些家丁和仆人全都被抓了起来。王通判也被抓到了小福宝跟前，他跪在地上，视线正好和小福宝持平。等看到小福宝的容貌，想起了傍晚儿子和他说的话，他也承认了这个小孩和先帝长得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是脸孔稚嫩。他是先皇钦点的传卢，当年是有机会面见天颜的。你王涛，元层242连，科举第4名。你怎么会知道？王通判乍一见小福宝的时候，真的被这容貌给吓了一跳。他看到他真的只是小孩子，那就是容貌相似，没必要担心。于是他也没想到暴露身份或是发送信号。没想到李还和先太子的后人有牵扯，怪不得外放南廷州为官。哼，还真是小瞧呢李的囊子野心呢。王通判的脸色惨白，他没想到这小孩就连他背后的主子都知道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能轻易污蔑朝廷命官。王通判在挣扎的时候把信号放了出去，他这是想给廷州的探子送消息，让他们尽快过来府上营救。原本这一招他是不打算用的，只是这小孩太邪门，好似什么都知道。小福宝看到天空的信号笑了出来，正好让我也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。王通判心里涌起了一股不好的念头，他觉得这小孩是有备而来，只是他是什么时候暴露的，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难道是表弟那边出了马脚？一时间王通判心乱如麻，他现在反倒希望儿子们能跑得远一点。通判府就在城内，与知府县衙和同知府都不远，他们也都看到了天空中的信号，虽然不知道是传给谁的，但这个方向都是朝廷官员的府邸。于是刘知府和李同知立即带着官兵来到了通判府，见到王通判被捆着，立即大声质问：你们是何人呢？竟敢私自扣押朝廷命官？刘知府，王通判叛国，你是想包庇他？叛国？知府大人，你要给下官做主啊！下官没有叛国，也不是探子呀。这位将军，我和王通判不熟，一点也不熟的。该死的，他怎么忘了刘知府这人胆小怕事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请问阁下是哪个衙门的？可有凭证？吝策也没有墨迹，直接拿出了大内的腰牌给他们俩看。这下子李同知和刘知府也都不敢言语了。王涛一直在耐心的等待，可是1刻钟过去了，营救的人还没出现，他就知道那些人可能是舍弃他了，或者也被盯上了。他现在就祈祷大儿子能跑出去。很快护卫就来禀报道：世子，没有查到王涛的3个儿子和1个女儿。去搜，每一个地方都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地道和暗室之内的地方。是。翌日，北静王已经让人写好了谈判书，派使者给段干元寄送过去，顺便把这个玉佩也带去。是，王爷。唐之灵进来喊了一声：岳父。哼，你小子是非而不喊我爹你就不松口是吧？我都听他的。北静王也不想揪着这事儿不放，想到了大外孙也来了。小福宝在廷州都好吧？现在菲儿都开口叫我爹了，想必小福宝也不会不认我这个外公。唐之灵见北静王笑得这么开心，也猜到了他的想法，可他觉得小福宝这辈子绝对不会这么喊人的，岳父的愿望一定会落空的。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讲的都是从京城到廷州的事，还有廷州的情况。女婿，你说菲儿真有那药？是的，岳父，那药啊，只要打进敌人的营地，不需片刻，保准呢，敌军就全都毁灭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有了这药，还谈什么判呀？开打就完了。走，咱们去找菲儿去，商量一下作战方法。好。于是北静王兴冲冲地带着唐之灵去找人了。敌军营帐内，你说什么？四王子死了？是的，将军，汉人杀了四王子，还把您派去的那支队伍的人全杀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将军，属下不敢撒谎，那些人真的太恐怖了，他们就是大魔头啊！他们不仅杀了咱们的人，还把人头全都砍了下来，要拿着那些人头换军功呢。汉人，
这该死的两脚羊，竟敢如此！江景行，我和你不死不休！段干元基想到自己的亲儿子不仅死了，还把他这么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，就恼恨不已。他当年送那个女人到宗正杨墨身边，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。可是现在最重要的人都死了，他的计划也将落空。来人呐，立即拔营，攻进蒙店城。是将军。很快号角就吹响了，吐蕃军队开始向蒙店城出发。城内的士兵也很快就动了起来，箭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准备射杀敌军。黑压压的敌军一步一步向城门靠近，投石机也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将军一声号令。段干元基双眼通红，恶狠狠地看着前方。众将士听令，今日势必拿下蒙店城，城内的人杀无赦。